腿部的变形，它做了非常巧妙的真假零件切换，来实现这个质量转换的小车头啊。首先，侧面的这排假轮子，我们顺着下方的扣子把它抠开，拉起来，旋转180度，再嵌合回去。翻到脚底，轮子脚后跟的这个地方稍微撬开一点点，边缘这里是卡着的地方，对折打开，然后旋转一下，跟这里的插槽固定。后轮这里的支撑板把它立起来，然后顺着油箱打开扣子，双关节往后折叠。脚底下的这块盖板180度翻折，真正的前轮在这里90度把它翻出去，而假的这个车头旋转一下，叠到脚心空洞的里面。接着往上走，打开膝盖下方这里的无损咬扣，让出来这个转轴的活动空间。我们顺着里边把前边这个车窗整个这一节转起来，里边真车头旋转一下，再翻180度，进气格栅和大灯在这个位置，稍微偏着一点角度，我们把这一块折回去，让过这个插口，这轴还是挺紧的，然后嵌合到位。车头的位置就在这儿了。接着看脚踝处，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在折这里之前，我们先把腿肚子整个的打开，然后双关节往里错，就把车头这块拼方了。翻到这一侧来，把里边车顶的地方完全打开，打开前裙甲，胯部关节往上旋转90度。然后整体从这个关节180度向内翻，整个的把它叠起来，叠成这个样子。叠过来之后，双腿就可以夹合，插住。后边这里整个的包过来，上方的顶子嵌下来，扣住。中间的扣子锁定，车头扣过来以后，两个烟囱往后撸，上方的这一节滑道，把它伸长，后边的这一节货箱旋转一下，摆过来，翻到底盘来看，从这里左右打开支撑的棍子，油箱连同后轮的地方整个折过来，这两点进行插合固定。那么好，这款汽车大师的主体部分车头我们就简单的变形完成了。这又说起来啊 ，DX9 在当年设计这款车头的时候，也是让人很诟病的地方啊。它只用了车厢的这么一短节，后边这里呢，其实多出来的这一块，它是为了变形手臂和上半身胸口的部位啊。就是车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可能零件是不够用的，所以呢，它取了车厢的很短的一节，如果说再长一点，做一个小货柜呢，其实也好看啊。不过这个东西的变形设计整体来说把玩还是比较流畅的，很简单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接车厢，连接的时候还是要建议打开这一块，接着一面先给它插合进去，这里上下的两个插扣对准，结合。包起来中间的位置，再用这一层去夹，4孔对准以后，上边两个黑色的盖子翻下来，钩子挂住它。算上货箱的尺寸，这辆车已经来到了60公分以上。当年来说，这个东西确实太夸张了，超级巨大的尺寸，最后也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一个飞天虎主体的造型。而车头这里转向，左右活动的范围也是非常大的，转到这个角度都不会卡到边。全部都是橡胶的轮胎，变形到位，推车滚动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另外，超巨大的车厢，这里边填的满满当当，所以它的分量也是很重的。
当年50公分的飞天虎大战时候 ，DX9做出来的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设计，变形起来也绝对是最好玩的。但整体来说吧，其实汽车大师单体的人形还不错，但车型状态吧，加了车厢显得太长，卸掉了以后呢，又留了这么不长不短的一节，也是在车型状态下让玩家非常诟病的一点。但是好在50公分的飞天虎里边，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，关键是5个成员单体，每个变形都非常好玩。而这套 G2配色的产品，夸张的色彩对比度啊，确实也还原了当年孩之宝设定下来 G2的那种风格。对于色彩的发色处理上边，在涂装的细节上面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。那么稍后我们再来进行飞天虎的合体。